房价从320万降到140万，我断供了。后面发生的事却非常可怕，真的是肠子都悔青了。在2017年时候，花2万6千多一平，在环京买了一套120平的房子。等到2023年时候，发现320万买的房子市场价只能卖140万了。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继续还房贷失去了意义，因为还欠银行200万的贷款，房子完全已经是资不抵债了，还还房贷干什么呢？既然和银行签订了抵押性质的贷款，干脆就把房子交给银行吧，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反正以后这套房子和我没关系了。买房的时候，房产销售不是这样说吗？买一套房，你付30%，银行付70%，银行都不害怕房价下跌，你害怕什么？听了销售这句话，我就觉得银行和我共同承担了风险。我现在30%的首付款，包括房子装修的钱都不要了，剩下的70%的风险就由你们银行来承担吧。于是呢，就选择了弃房断供。接下来的3个月，银行多次打电话，我一概不接。然后银行包括法院给我发来了非常多的信封，我也一律就当没有收到。直到有一天呢，我发现我的银行卡里边的钱不能用了，甚至我微信零钱里边的10块钱也花不出去了，银行卡被冻结了。在这个时候，房子也已经被拍卖的人收走，我才知道我的房子已经被法院强制拍卖了。既然已经拍卖了，为什么还要冻结我的银行卡和微信呢？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我还欠银行200万的贷款，但是我的房子最终拍卖价只有110万，也就是说呢，我还倒欠银行90万。我和银行的借贷关系并没有随着房子被法院拍卖而结束。什么时候结束呢？我把欠银行的钱全部还完，到那个时候才会结束。而且呢，还有很多其他杂七杂八的费用，有好几万，比方说滞纳金、违约金。而且我还上了征信黑名单，像坐高铁、坐飞机都是被限制了，严格限制大额消费，而且还上了失信名单，很多亲朋好友都看到了，可以说是身败名裂。最让我感觉比较后悔的是，我140万的房子最终只拍卖了110万。要知道，在我们小区那些看上去卖相比较好的，人家最终卖了150万，等于说呢，里外里白白损失了40-50万。法拍房的成交价都是远远低于市场价的，要不然人家也不会去买法拍房。原本我以为银行会承担那70%房价下跌的风险，但是现在来看，人家一点也不用承担。按照贷款协议，人家只是放贷的，赚的只是利息，欠银行的钱，甭管房价是上涨的还是下跌的，都是需要还的。就像银行一位工作人员对我说的，当年那些房价上涨的人，他们买的房子，一套房价格上翻了好几倍，但是也没见他们给银行1分钱。同样的，现如今房价下跌了，也不要老是想着让银行来承担。现在想想，房价下跌的时候，最好的做法就是继续还房贷吧，扛到将来楼市好转的时候，房价重新涨上来，重新解套。其次呢，就是自己选择按照市场价把房子卖出去，把房子好好打扫一下，好好布置一下，说不定会卖的比市场价更加的贵。但是呢，一旦选择了弃房断供，最终房子会被贱卖，而且自己会上征信黑名单，自己的名声和自己的财产都会受到更大的损失，可以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你知道现在多少人还不起房贷吗？这个视频可能会被下架，大家一定要认真看完。我今天只说上海25年上半年全市断供房累计突破4000套，比24年同期暴涨40%，相当于每天22套房产被银行收回。这呢只是一个开始，首付跌没，但真实的案例却更让人扎心。我朋友首付砸了套300万，贷款800万买房，现在房子只值700万，卖掉房子还要倒贴100万，算笔账，这3年他每天
天一睁眼就亏3600块，而上海5星级酒店住一晚才1000多。要是选酒店，既有豪华的早餐，还有专人打扫卫生，3年能省200多万，你是聪明人，选哪个？当房子的真实成交价不够偿还剩余银行贷款的时候，有多少人选择继续硬扛？如果仅仅是这样，我也不会顶着风险发这个视频。更凶险的是经营贷暴雷，以前评估价高，能贷1000万，现在房价腰斩，只能贷700万，300万的窟窿到期必须一次性拿出来还银行，多少人拿得出来？除了配信用贷，没有别的办法。就算这样，我也要提醒大家，千万别断供，法拍就是割肉。上海法拍房今年平均打75折成交，800万的房子拍出600万是常态，一旦进入法拍程序，不仅房子没了，还得继续还银行差价，这辈子呢可能翻不了身。110万买的房啊，现在跌到50万了，房贷还有70万没还，是断供还是死扛？昨天啊，一个直播间的大哥，这叫血泪教训吧。大哥呢是2020年以110万上的车，坐标南昌，首付40万，贷款70万，月供3200，结果现在房子只值50多万了，等于首付亏光，4年房贷白还，还倒欠银行钱，咋办呢？3条建议，条条都很糟心。第一条路呢，割肉卖房，现在卖呢最多60万，打9折54万，但欠银行70万，卖完房子你还得倒贴16万，首付月供全打水漂。第二条路呢是直接断供6个月左右，米行呢会立马起诉你，房子呢法拍打7折，42万成交，银行拿走42万，你还欠28万，再加上律师费、诉讼费、罚息，至少要背30万的债，房子没了还成老赖。3条路啊，就是咬牙硬扛，月供3200，再还26年，总共呢要还102万，房子现在只值50多万了，等于要多还50万，但至少呢房子还在自己的手里。可问题是什么？30年后这房子能涨回本吗？大家好，我是大王。北京啊，现在各个区的房价基本上都已经跌回了2015年的水平，有很多买家呢是在2017年的高点或者之后的2021啊、2022年买的，现在都已经高高的站在山岗上了。不少人啊都已经预见了房价跌穿了房贷的现象。今天啊，我们就来看2个视频。第一个呢是买家自己自述哈，当他房价跌穿了房贷，他就索性断供了、躺平了，接下来他的一系列遭遇。第二件事啊，是从房产中介的角度来说，当你遇见房价跌穿房贷之后，买家只有的3种选择。看起来好像一听哈，我还有3种选择，但实际上每一条都非常的扎心啊，没有一个是好选择，看了都让人心碎。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先看视频。一句话总结，这个视频核心就是千万不要断供，不要断供，不要断供。断供不意味着你和这套房子以及相关的债务做了切割，反而意味着你将遭受更大的经济损失。因为选择断供和不断供的区别就是断供了就会被法拍，法拍呢就是拿回来的钱一定会更少。是啊，就我感觉哈，有一些老百姓他就以为，就比方说像第一位买家吧，他就以为说，那我就躺平了，我不管了。你看他法院的信他也不看，银行的信也不看，就以为说那法拍完了是不是银行把房子收走了，我就两清了，我就没事了，那我大不了我的最坏的打算就是说我房子我不要了，那我也啥也不用管了。但实际上还真不是这样，不仅有不少买家哈，他们不太了解这个情况。我们之前不是做了一期节目吗？就是300万的房子跌了245万，那一期节目下面的观众留言呀，有不少观众也以为说房子法拍完了那就结束了，法拍了嘛那就没责任了，但实际上在中国真不是这样。其实这里面一个核心意思啊，就是银行在里面承担的角色到底应该是什么？就是说这房价下跌的风险，银行应不应该承担，或者是说在现有的政策的情况下，银行有没有去承担这个风险？现在来看，银行是真的不去承担这个风险，这个下跌的风险都是买家承担的。银行它就是一个放贷收贷的机构。我们平时经常会听到一个概念，就是银行会有一些坏账，是吧？那都是对企业的坏账啊。对于房贷这种，对于银行来说就是最优质的放贷对象。说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西方的这个征信体系里面的个人破产保护法。经常看欧美影视剧的应该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个桥段，就是说主人公在里面抱怨说自己破产了。这个破产在中国的语境下就是类似于没钱了这样的一个调侃哈，就是一个模模糊糊的概念。但是在西方还真不是这样的，他说的这个破产是一个可以被法律界定的非常明确的定义。简单说就是不管你欠了多少债，如果实在还不起，那就可以去申请个人破产哈。申请完了之后呢，就法院给你画一条道，
比如接下来几年你老老实实的打工挣钱，能还多少是多少，到了约定的年头，就算没还清，勾销了，不用还了。在中国呢，企业是可以有破产的。企业破产法是在2006年的8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哈，从2007年的6月1号开始实施，适用范围是中国境内登记设立的公司法人。意思就是啊，如果企业不能清偿到期的债务，而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的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时候，那债权人或者企业自身啊，都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破产之后呢，就要走程序，包括3种哈，一种是清算，一种是重整，还有一种是和解。那前面2个比较好理解啊，那第3个这个和解的意思啊，就是债权人和债务人达成一个协议，比如延期减免部分债务啊，以避免这个清算的结局。那企业一旦破产了，最后呢就要经过法院来主导这个清算程序哈，资产呢就会被依法变现。比如有一些资产就可以用来拍卖，用于清偿各类的债权。但是如果破产后这个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的债务，也就是说跟房子断供了一样，这房子拍卖完之后钱也不够还银行的，那对于公司法人来说啊，这些债务不会被继续追究，也就是说这个公司法人承担是有限责任。这就意味着公司不存在了，那剩余的债务呢也会随之注销，不会转嫁给公司的股东。但是目前中国对于自然人的这个破产，也就是说个人破产还没有全国性的法律，只在深圳有一些有限的试点。那试点的政策规定，如果债务人经过法院认可的这个清偿计划，履行了诚信业务之后，剩余的债务可以依法免除。但这只是极个别的试点地区哈，在其他的大多数地区是没有普及的。深圳作为唯一一个启动了个人破产试点的这么一个城市，是从2021年的3月1号起，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生效。这首个案例啊，就仅仅在生效10天之内就发生了。在3月10号的时候啊，就一位梁先生就提出了申请，他是因为呢创业失败负债了大约75万，法院受理之后就批准了一个重整计划。最后的方案是在21个月内完成本金的偿还，然后法院又裁定免除剩余的未清债务，正式解除债务人所有的责任。这也意味着他通过申请个人破产，实现了他的经济再生，人生是可以重启了哈。当然他这个案例有一定特殊性，就是他免除的债务其实主要是那30万的利息。没错，而且感觉他这个金额也是比较小的嘛，如果是上百万的话，我估摸也不会这么轻易给他的免除。另外的话，他这也毕竟不是购房款，如果说在深圳哈是房价跌穿了房贷，说这个个人去申请破产保护，说啊你把剩余的那个房贷给我免除了吧，我估计这种情况也没有出现过。对，我在做这个节目之前还搜了深圳有没有关于房贷的个人破产案例，没有查到这个口子啊，我估计法院是不会给开的哈。要有的话，早就有人在网上说了。对，因为深圳房价这个跌幅也相当之大。另外值得一提的一点就是，为什么中国仅在深圳进行了试点呢，而没有扩展到全国呢？就是你有没有听过职业背债人这个说法？听过。这是一个在中国近年来频繁出现在民间借贷啊、非法集资甚至政商勾结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灰色群体。本质啊，就是用这个职业背债人的名义去设立公司或者承担法人来承担相应的债务哈，专职替人背锅，换取一定的报酬。那这个公司签订的合同啊，都是用职业背债人来签署。借贷合同一旦出事儿，就背债人来扛。比如有一个案例，就是一位山东滨州的文盲农民啊，他从2019年呢开始就受雇佣担任一个空壳贸易公司的法人，在3年时间里，他累计背上债务900余万。每次在文件签字之前，他就去摁手印。而且这个农民他其实应该也是被骗的，就是他只知道这个签一些文件摁一些手印就会给他一笔小钱儿，至于他签的是啥文件，后面会出现什么后果，他完全不了解。最后法院执行的时候，所有的银行卡他都被冻结了，然后种地补贴也没有办法领取了，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法律人肉靶子。如果这个个人破产法普及的话，那这种职业背债人估计就会更加肆无忌惮了哈。那出了事儿，反正最后只要企业和他个人申请破产就行了嘛，估计就会有大量的类似于那位滨州农民一样的人哈，就会被利用、被骗去背债，最后破产，然后最后可能就不了了之了。所以我想，这种顾虑啊，可能是中国的个人破产法迟迟难以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也不应该因此因噎废食哈，所以可能如果要制定一部适合于中国大陆的个人破产保护法呢，需要因地制宜的去做一些更多的细节的规定。
比如对于这种恶意的职业背债人如何进行区分和甄别，让他们不受个人破产法的保护，避免有人钻这种法律的漏洞。那这个方面怎么去界定清楚就非常重要了哈。是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的情况。如果在美国出现了房价跌穿了房贷，那么买家一般有哪几种选择呢？那么美国这种情况一般分为2类。美国总共有50个州，其中有12个州是非追索权州，占比24%。有比较出名的像加州啊、内华达州啊、华盛顿州啊，这些都是非追索权州。那么非追索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它的名字所示哈，当房价跌穿了房贷，那么买家还不上贷款了，他就选择了断供，甚至他都不用去申请个人破产保护啊，都不用走到那一步。也就是说，房子被银行没收完了之后就两清了，就拉倒了，他也没啥责任了。这够方便的哈。其实这就意味着嘛，这些州的银行其实他们也是和买家一样在承担这个房价的风险，是吧？我觉得这其实是也比较合理的。就是说银行啊，你不只是一个放贷收利息的机构，你既然要做房贷这个生意，那就也应该判断经济的这个形势和房价的周期，你来判断是否给予相应的放贷。那你在收取人家房贷比较高的利息的时候呢，也应该承担一部分这个房价要下跌的这个风险啊。而且一般人如果房价轻微下跌，或者是哪怕稍微大一点的幅度，大部分人还是不会去选择这个断供的，是吧？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12个非追索权的州哈，剩下的州呢就是追索权的州了。那么如果在这些州出现了，他就一定会像中国的买家一样要去继续偿还这个贷款差额吗？也不一定。比方说像比较出名的佛罗里达州啊、乔治亚州啊、纽约州啊，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如果在这些州出现了房价跌穿了房贷，那么房东已经供不下去房子的情况怎么办呢？第一种，他可以申请个人破产保护法，那房子就被银行没收走了，他也不用再偿还剩下的贷款了。还有一种情况呢，是比方说我收入突然大降了，或者家里遇见了裁员，那我的收入非常的低，但是呢我又想保住我的房子，我并不希望我的房子被银行没收走，我还有协商的余地。比方说我先偿还个3到5年，偿还一部分的贷款，剩余部分的贷款金额呢，银行就有可能酌情给你免除。那么这样的话听起来就是美国的房东啊，他们的压力就会相对来说小很多，哪怕他的收入大降，是吧？那我还个3到5年，跟银行谈判，减免一部分，我的房子还能保住。但他这个也不是说完全对他这个个人没有负面影响哈，一般他的信用会受到影响，比如这未来的7到10年，他是不能继续贷款啊，或者从事一些跟信用比较强、需求比较强的一些工作啊等等。对，但怎么说呢？你说信用7到10年受到影响，总比好过要背上一辈子的贷款要好吧？那说回到银行哈，关于这个风险控制这块，之前就有些不法分子会勾结银行的内部人士成立企业来进行骗贷，然后又申请这个企业破产，导致呢一些银行就背负了不应该有的坏账。所以现在有些银行，尤其是地方上的小银行，对于一些企业的这个放贷要求就比较离谱了。他们不光要求这个老板个人担保，甚至可能要求老板的老婆、孩子、亲戚朋友都来签字担保，承担这个连带责任。这就让那些真正有资金需求、真正想做企业的这些老板就不得不背负了额外的个人担保责任。又由于现在这个个人破产法它没有普及嘛，所以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就出现了不少老板因为承担个人的连带责任，被逼得走投无路，有的走上了绝路，有的跑路。那在这种比较畸形的借钱的生态链之下，那些正经做生意需要借钱的老板在银行这套既要又要的苛刻条件下呢，就很难贷款。有人就想办法去糊弄银行比如做点假材料编个好故事如果征信不好没有资格，那就找个职业背债人。还有一种公司叫助贷公司，其实就是帮助他们美化加工这个数据和流水，让营收的数据足够好看，然后再去银行申请贷款。说白了就是骗贷。在这种刚需之下，这市面上还就出现了不少所谓的供应链金融和企业孵化的公司，干的就是这种包装的活真是乱象丛生。最后还不得不提的一个是这个关于网贷、个人网贷这一块，网上有一句话嘛，叫做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尽头就是放贷。你看美团到最后是美团金服是吧？小米是小米金融，百度是度小满，360是360借条，阿里巴巴是花呗和借呗，都想干银行的活对，京东呢还有什么京东白条、金条，抖音有放心借。总之就是流量大的平台有一个算一个基本上都搞上了各代借钱业务，鼓励消费者超额消费。
但是为什么你看像美国的这些苹果、谷歌、微软这些巨头，他咋就没有搞什么苹果贷、谷歌贷什么呢？还真是哦。对，你看美国人他可是最喜欢借钱的，那消费欲望非常强是吧？很多人是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按理说，如果苹果、谷歌搞这玩意儿，是更容易把业务做大做强的。这背后的原因啊，就是这个西方的个人破产保护法，让这些大公司他根本就不敢涉足这块业务，就算他的资金像苹果资金再雄厚，他都不敢。这风险太高了，这放出去的钱，万一这个借款人还不上，直接申请破产保护，那这些个人呢，也就损失7到10年的这个征信。那放贷公司就要自己承担这个经济损失了。如果万一赶上经济不好，出现大批还不上钱的人，这坏账直接能把像苹果这样的大型公司都能拖垮了。对，所以美国的这个互联网企业是不敢玩这个火。总之啊，在中国个人破产法现在还没有普及的情况下，如果一不小心买错了房子，买在了高位的朋友们，一定不要轻易断供啊！如果还能撑下去的，可以考虑等一等，因为从长期看，货币总量永远是增长的，而且长期看这个通货膨胀永远是定律，大宗商品长期看这个价格永远是在曲折中上涨的。注意是长期哦，朋友们，咱不是说房价短期内会涨回来。所以我就要说，这个周期到底有多久，就取决于内外部的很多条件嘛，就很难以预测。乐观估计3-5年，悲观一点啊，就是日本的30年。另外，如果资金链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在现有的政策环境之下，最好你还是通过自己卖房子的方式来回笼资金，而不是法拍的方式。法拍不意味着清除和这套房子关联的所有债务，只意味着这房子拍出去的价格会更低，能拿回来的钱会更少，而等待你的仍旧是慢慢的还钱路。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下期再见。